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乐乐，跟你们分享有用的生活经验。最近我拿了一个免费的婴儿床，那个不叫婴儿床。最近我拿了一个免费的婴儿围栏，并不是因为我有宝宝，而是因为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个鞋架。这将是我们玄关改造的第2期制作鞋架，一起来看一下吧。我们在eBay小广告看到有一家人在免费送宝宝围栏，为什么不从零开始自己做呢？因为在没有大型木工工具的情况下，保持每个隔层和隔层之间，每根杆和杆之间的间距一致，这种看似最简单的事情，就是最难做到的。到家之后，第一步拆解，很容易拆，把几颗螺丝拧下来，就拆成了2条长栏杆、2条短栏杆、1块板和1个木框，这些部件都不要扔掉哦。我们把2条长栏杆锯短，每一节都有4根杆，这样宽度正好比一般的男鞋长一点点。于是一共有了4个隔层，栏杆的长度大概是55厘米，每一层能放3双女鞋或者2双男鞋，总共大概能放10双鞋吧。2条短的栏杆会做成侧面的支架，先简单的搭在一起，每隔1根杆搭1层隔层，放进鞋架的位置测试了一下，侧面支架略微有点宽，所以把侧面支架的杆锯短了一点点，再每隔1个孔装回去1根，于是就有了基本的骨架。框保留轮子，也保留放置隔板的小木条，等会会解释如何利用它们。量一下尺寸，锯成和支架内侧等宽。用木工夹子固定位置，让这根木条和栏杆平行。每一侧都有2颗螺丝固定。为了和玄关的色调统一，最后会刷成白色。用砂纸把这些零部件都打磨一下。现在把各个部分都组装起来。先用螺丝固定底部中间的1根木条，这样它就比较牢固。再固定每一个隔层，从有轮子的那一侧由外向内拧螺丝，是滑的鞋架哦。现在给轮子的另一侧加上角，我们用多余的围栏木料锯成需要的长度，大概是6厘米，把突出的部分打磨圆滑。因为没有这么长的螺丝，所以我们要在一端打一个大概4厘米深的大的孔，再从内部打一个更小直径的孔。用木头浇水的时候可以撒一点盐哦，这样可以增加摩擦力，粘得更牢。然后用螺丝把这个角和鞋架固定在一起。现在再用螺丝把每一层隔层和支架另一侧也固定好，就非常牢固啦，可以开始使用了。但是还没有结束哦。1 week later， 鞋架还需要一点置物空间，给鞋油啊什么之类的小杂物。记得底部那些原来是用来放置隔板的小木条吗？这些就可以用来放置一个抽屉。再次利用多出来的木料，锯成1宽1窄2个木条，各钻5个孔。杆子的直径是14毫米，所以孔的直径也是14毫米。把5根杆插进孔里。Later that same evening， 先用螺丝固定住宽木板的那一端，放进鞋架量一下尺寸，然后固定窄木板的那一端。为了让螺丝不凸出来，我们在打孔的时候用比较大直径的钻头，在接近表面的地方钻了一个浅口，这样会比较美观。5根杆和木板都固定好了之后，把多余的木料都锯掉，打磨平滑，这样抽屉就做好了。现在要把鞋架刷成白色了，刷好之后如果有黑漆漆的缝会逼死强迫症，所以要先用白色的填缝剂把明显的接缝给填平。接下来就是刷漆啦，刷漆之前要保护好轮子，如果有漆漏进去而且凝固，以后轮子就会变得很卡，不好用。如果有木头漆就更好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决定用家里剩余的 Alpina 白色墙漆，毕竟嘛预算有限。第一层漆晾干了之后，用比较细的砂纸打磨一下，又上了第2层。Early the next morning， 晾干1天之后，我们又给鞋架上了一层家具蜡。墙漆毕竟不是专用的木头家具漆，要用一层蜡来保护它。现在完成了，自己做的和宜家的妖艳贱货就是不一样呢。放进鞋子
何杂物推到它的位置上去吧。玄关改造的第2期也完成了，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看看我们是如何做大衣帽间的哦。我会把用到的工具材料都放进视频描述，喜欢 DIY 的朋友欢迎查看。